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聊两件事情啊。第一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刚刚说到的 SEC， 他们声称合并之后的以太坊呢是证券。那么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下 SEC， 它继续蹂躏升级后的以太坊，声称对以太坊呢有司法管辖权。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证监会这个举动啊，会对未来的以太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第二呢，就是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会是什么样子的，会对市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啊。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啊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呢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进入今天第一部分的内容啊。根据 Decrypt 的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已对加密 KOL Ian Balina 参与宣传 Sparkstar 的未注册加密资产 SPRK 一案发起诉讼。Sparkstar 的是一家加密软件公司。 Sparkstar 在2018年通过 ICO 从4000名投资者那里募集了大约3000万美元，向投资者承诺呢其 token 将会增值。真实的走势啊，大家看这个图片就会明白了。而今天被起诉的 Ian Balina 呢，就是参与了 SPRK 的 KOL 大 V 之一。那么我们这里插一句啊，华人大 V 里面呢也有很多为垃圾币站台的人，而且呢是赚的是盆满钵满啊。但是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华人镰刀被起诉的案例啊。我们继续啊 ，SEC 目前呢和 Sparkstar 呢达成了和解要求 Sparkstar 支付3000万美元的非法所得、460万美元的判决前利息和5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同时销毁所有的 token， 并将其从任何交易平台上移除。SEC 在起诉 Balina 的起诉书第69段中指出，发送给 Ian Balina 的 ETH 通过以太坊区块链上的节点网络进行验证，这些节点在美国的集群程度比在任何国家都高，因此判断这些交易发生在美国。 SEC 或暗示，由于目前在美国运营的以太坊验证节点比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都多，因此全球所有的以太坊交易都应被视为发生在美国。而 SEC 呢，对以太坊网络上的所有的活动拥有司法管辖权。对于这件事情啊，肯塔基大学的法学教授 Brian Fire 指出啊，今天诉状的这些语言这些文字呢，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并且呢，本案中法院呢不太可能就这一具体问题呢发表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声明没有意义。这是第一次看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真正阐述其如何理解以太坊生态系统运作，以及他们为什么认为以太坊属于 SEC 的监管范围。根据 EtherScan 的数据表示那么目前 45.85% 的以太坊节点来自美国，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德国只有 19% 左右。那我本人对于 SEC 的这种逻辑回路还是不太理解。要是之前你说按照豪伊测试证明以太坊是证券，尚可理解，因为法律呢很早就写好了。但是你要是说以太坊的运行节点大部分在美国，而因此就对以太坊有了司法管辖权，这多少有点搞笑了。这就好比说苹果手机大部分的零件是中国制造的，所以中国对苹果公司有司法管辖权，想怎么惩罚苹果公司都是可以的。那或者是说印度人呢是世界上观看 YouTube 油管最多的国家所以印度对油管有司法管辖权，这不是扯淡的嘛，对吧？那我不得不怀疑这个 SEC 的他们的出发点，为什么在1周之内连续2次的铁拳出击以太坊？莫非他们有人参与做空了以太坊这里不得不怀疑一下了。不过话说回来，SEC 这么做呢，也是给很多节点的运营商打了一个预防针你们要是想继续利用以太坊的质押去赚钱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将节点转移到美国之外的地方。事实上Coinbase 在前段时间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了。那目前还有占比最大的这个 Lido 这个节点运营商，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面临 SEC 巨大的制裁。我个人认为 Lido 既符合 SEC 嘴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证券根据这个豪伊测试来
判断的话，那么又是在美国的司法管辖之内啊，希望他们早早的做准备，不然面临制裁的时候啊，他们到底会不会配合 SEC 的审查？如果说要配合审查的话，那不仅会被 SEC 制裁，还会触发以太坊基金会的 social slashing，就会左右挨打。对于在这种不确定性的事情的背景之下，持有 Lido 呢是比持有ETH 更加危险的事情啊，我们需要持续观察事情的发展啊，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后面的动态，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最近最关心的一件宏观事情啊，对币圈的影响，我们几乎每周都在聊这个话题啊。之前我对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呢偏乐观，我之前呢多次在节目里面提到美国中期大选会影响美联储的决策，但是目前来看可能并不是我之前说的那么的乐观。目前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态度呢，正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一直加息到通胀数据的下降到 2%。目前看9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呢是比较大，前几天疯传的加息100个基点确实是吓坏了市场啊，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跌幅的巨大。那么目前美国基准利率呢是 2.5% 了，已经是。那9月22号的议息会议，如果说加息75个基点，那么就到了 3.25%。那么我们同时还要看到9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对后面2次加息的影响。如果说美联储不计经济后果加息，一直说要降到通胀达到 2% 以内的话，那确实是需要一直加息到明年的下半年了。那到底美联储会不会这么做呢？我们参考一下鲍威尔之前讲话的一些段落来分析一下。那鲍威尔在8月26号的讲话中2次提到自己的前辈啊，美联储的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70年代，随着通胀的攀升，对高通胀的预期在家庭和企业的经济决策中变得根深蒂固。通胀越高，人们呢就会越预期它保持在高位，并将这种信念呢纳入薪资和定价的决定。正如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大通胀顶峰前期所说的那样，通胀的部分成因在于它自身，所以要让经济回归一个更稳定、生产率更高的状态，一部分工作呢是必须要摆脱通胀预期的束缚，那即我们要坚持加息，直到大功告成啊。历史表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通胀的就业代价可能会愈发高昂，因为高通胀在薪资和价格制定中会变得更加的根深蒂固。1980年代初，沃尔克成功去通胀的之前的15年里，多次降低通胀的尝试都失败了。通过长时间的高度限制性货币政策，高通胀才最终得到遏制，并开启了将通胀降低到低且稳定水平的过程。这样的常态呢，一直持续到去年的春天。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当下采取坚决的行动，从而避免这样的后果。那我们看到这个讲话的背后啊，其实是要将加息进行到底啊，不惜牺牲美国国内的就业、美国国内的经济。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啊，如果说加息加到一定的程度啊，很多中小企业呢是扛不住的。我们目前呢只看到很顶端的这种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在裁员，那其实很多中小企业啊已经在大批量的倒闭的这个排队的状态当中了，那只不过是媒体呢不去关注而已。美联储自己种下的恶果呢，需要底层人民去承担这个后果。但是呢，作为美联储的这一任主席，确实也很难。加不加息呢，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不加息呢，会带来恶性的通胀。那以后去降低这个通胀的代价会越来越大。那鲍威尔呢，就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那加息加到经济大萧条，也会被钉上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但是呢，至少会留一个不受民主党管控的独立自主的好名声。那么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中期选举了，那民主党一定会给美联储施加压力。那到时候就看这个鲍威尔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压力。那我们这个节目讨论的重点是币圈的牛熊转换呢，是随着经济大环境走的，并且按照目前降通胀的这个速度明年下半年才能看到停止加息的步伐。那么熊市的大底到底什么时候会来临呢？我个人的观点呢是，这个大底呢会在停止加息之前到来。所以呢，我们要把每一次的暴跌呢当成是捡宝的一个机会，分批次买入是没错的定投呢定会让你暴富。加油！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呢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